小仔仔只是第一次睁开眼睛，竟然吓得引得整个星际连夜开会商讨，只因仔仔是能够毁灭世界的邪神章鱼幼苗。可当小仔仔露出可爱真容后，就让所有人都忍不住想要狂撸猛吸，就连星际最高指挥官看着仔仔那呆萌的外表，心跳顿时猛地漏了半拍。见此，周围队员纷纷惊讶，这块千年韩愈何时露出过这种表情？朦朦胧胧中，只听见人类的声音：收容物4036已破卵。目前是一个小逼嘎，所有人都看着那团还没有他们手大。浅蓝色章鱼苗都生出了相同的疑惑，就这玩意儿也算是变异怪物？千元软趴趴瘫着，已经无力再去管这些家伙对他的吐槽。这小玩意是要死了吗？不会吧，不会这么弱吧？千元动动手指尖，尖翘起来一点。你才弱，你全家都弱，真死了也不行啊！你们谁会喂章鱼吗？大家都摇摇头，他们都是观察员。这时收容物高级研究员周景泽走了。周景泽是从前线上退下来，他在出任务中不幸被怪物污染，一张完美英俊的脸上，从左眼往下贯穿了一道狰狞的疤，让他从沉默寡言变得更加冰冷，也更加痛恨怪物。他走到千元面前，一句话都不说，从手腕内侧割了一层皮肉下来，丢到千元的玻璃缸里，里面的小怪物仍旧一动不动，似乎对人类的血肉没有一点兴趣。周景泽这又拿了一块苹果丢下去，蔫哒哒的小章鱼苗才飘过去趴在苹果上，可却未能咬破苹果皮，连旁边的观察员都忍不住笑了。但在他注意到周景泽的脸色之后，又连忙咬嘴巴想伤心的是，周景泽把苹果弄成泥，进一步走到鱼缸边，勺子喂了出去。千元看着高处的勺子有点生气，这家伙就不知道来捞一捞他吗？下一秒，千元直接伸出触手缠住了周景泽的手指，周景泽手一抖，在一眨眼间，他似乎看到了世界末日，无数亘古星辰天外之外的意义。但那眨眼之后，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周景泽摇了摇头，他觉得是自己最近加班太多了，恍惚了一下。就在他出神的这一会儿，这一次千元总算是吃下去了，也就吃了那么一勺子吧，吃这么少。周景泽忍不住低声道。千元瞪大眼睛，照他这个体型能吃这么多就不错了，还嫌他吃的少，也不怕把他撑死。周景泽看千元吃饱了，就将他放了回去，接着就要去忙自己的事。可是在2个小时后，他的研究员又来找他。周队，小章鱼饿了，不是才吃了吗？很显然，他不知道这种刚出生的幼崽就是少食多餐，吃的少但是消化快，需要不断的喂食。周景泽只能放下手里的工作又去。果不其然，隔2个小时之后，周队小章鱼又饿了。周景泽有些不堪其扰，他又不是只围着4036转，等一会儿怪物不会那么容易饿死。他都这么说了，研究员只好不再出声，等周景泽把手里的工作都处理了。在过去的时候，就看见鱼缸边挂着一个饱饱的干瘪的章鱼苗，周景泽紧急抢救，把章鱼干强行泡回缸里，千元才慢吞吞的吸收水分，恢复 Q 弹的鱼身。周景泽这下真的要考虑4036把自己饿死的问题。算了，如果没办法的话，就把4036带在身边吧。目前看来他没有展现出攻击性，在缸里的千元等等，他一直以为自己住的至少是关押怪物的防爆缸，再不济也可以是大一点的豪华鱼缸，怎么在周景泽手里就是那么一口小鱼缸啊？鼻嘎大一点，这么没有排面，好歹他也是个变异怪物。但是千元说不了话，也表达不了他的心声，所以他干脆爬出来，又趴在周景泽的手背上，故意使坏咬了一口周景泽。可他连牙都还没长出来，周景泽就只觉得手背有些痒，将章鱼苗拔了下来，想吃人啊，这么没能耐。被嘲笑的千元回到鱼缸里，用自己的背对着周景泽生气了。等到周景泽再去看他的时候，就看见原本只是有些圆润的章鱼苗，彻底变成了圆鼓鼓的章鱼气球。周景泽顿了一下，终于露出一点意外的表情。他没想到，原来怪物还有和人类一样的感情，他都只是怪物。周景泽将鱼缸带回自己的房间，放在书桌上。你要是再吸水，等会儿我不会给你加水，让你变成章鱼干。千元闻言眼神一愣，周景泽又开始工作了。千元在水里一边无聊的吐泡泡，一边借着透明玻璃偷偷观察周景泽的家。而在下一次喂食的时候，周景泽就没有再喂给他苹果，而是直接将整个鱼缸端到自己的餐桌边，让小章鱼苗自己选食物吃。他想看看是不是所有人类能吃的食物4036都能吃。小千元明显闻到了食物的香味，他哼哼唧唧爬了出来，但是没有守在鱼缸边接，他便一触手踩空，直接滚进周景泽的奶油蘑菇汤里。小章鱼都懵了，也不知道该生谁的气，只能就着来都来了的想法喝了一肚子蘑菇汤。可惜小章鱼苗吃一点点就饱了。周景泽用勺子把千元捞出来放在一边，而周景泽则开始进食。千元本来还在躺着消食，但是在看到周景泽手里的三明治的时候，他又馋了。千元深吸一口气，努力缩起自己的肚子，七手八脚爬到周景泽身边，努力的张开嘴。周景泽看一眼他的肚子，又看了一眼他，都吃这么撑了，再吃就成球了。千元觉得自己还可以再努力，所以他继续张大嘴巴，怎么这么小一点还这么贪吃？周景泽嘴上说着，实际还是给他掰了一点面包屑，面包屑里面不小心沾了一点芥末酱。吃下去的小章鱼苗被辣到发猛，这家伙一点也不在乎，他只在乎研究项目。冷血的人类，而且在不知不觉间，他的嘴巴都被辣得肿了起来，彻底变成香肠嘴章鱼。噗！他听到一声轻笑，千元猛地抬头，周景泽却始终是那副不苟言笑的样子，好像千元刚才听到的都是幻觉。千元有火发不出来，只能自己生了一会儿闷气，累得睡着。周景泽盯了章鱼苗好一会儿，可能就是因为今天被这只小家伙狠狠地闹腾一顿，所以夜晚总是会失眠的周景泽这一次难得睡得很踏实。等到周景泽沉沉睡过去之后，千元睁开了眼睛，他从鱼缸里爬出来，还好周景泽在睡前将鱼缸挪到了床头，让千元不用跨越一大半房间来找他。
走到周景泽面前，近距离观察周景泽的睡颜。别说周景泽还长得挺帅，靠近了看都是无死角的能打。不过小章鱼苗可不是就为了偷看周景泽而来，而是他在周景泽入睡后闻到了好闻的味道。章鱼苗咽了咽口水，一只触手啪地甩在了周景泽受伤的那只左眼上，随即小章鱼苗也跟着进入了梦乡。在这个梦境里，小章鱼苗感觉自己变大了无数倍，成了一只令人仰视的威武大章鱼。而在他面前，有一团黑色线条扭曲在一起，不断纠缠蠕动。千元不再犹豫，一口就将那只家伙吞进嘴里。哎，真满足啊！千元摸摸肚子，突然发现了什么，又一下从嘴里吐出来一个亮晶晶的小玩意儿。这团光团好像就是周景泽的意识，刚才和被那怪物缠在身体里，差点一起吃下去。还好，不然长期饭票都要没有。可是周景泽现在有意识吗？他要是知道自己差点把它吃了，会不会生气？千元一下子醒过来，立刻一动不动，仔细观察周景泽醒没醒。可是不管他怎么看，周景泽都呼吸平稳，连一开始皱着的眉心都舒展开了，看来睡得挺香的。小章鱼苗连忙蹑手蹑脚往回跑，直到半夜周景泽的闹钟响起，他要爬起来给4036喂食。可他睁开眼，却发现鱼缸里那只章鱼苗却不见踪影。周景泽立刻起身拿起枕头下的枪，同时向同事传递紧急事态。直到他听到了浴室里传来的水声，周景泽一步步踏向浴室，沉默地踹开门，却发现原本空荡荡的浴缸里坐着一个看上去3、4岁的男孩子，蓝色眼睛更是显得他如同天使一般。只是在男孩看见周景泽之后，他便朝周景泽招手，还将自己的触手搭在浴缸边。周景泽又用枪对准了他。千元其实是有一点害怕的，也对自己的力量没有概念，真的以为就凭着周景泽那把枪能打死他，而且他也有点委屈，明明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变成这副样子。周景泽却很警惕地看着他，就像在看一个异端，他明明都没有做过任何伤害人类的事。章鱼苗泡在水里，眼泪又有些绷不住掉落，砸得周景泽都要手抖。这一幕在别人看来，也100%是一个成年男子在欺负小孩。周景泽又一次皱起眉头，他老是皱眉，看起来就总是凶巴巴的。章鱼苗哭得更凶了，周景泽的手却始终没有动作，只有他自己知道，在看见4036哭泣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失去了扣动扳机的力气。他怎么可能会心软？他是人类的最后一道防线，他必须是时刻清醒的理智的，却在现在因为一个怪物幼崽而产生了恻隐之心。他不能再试个了。周景泽收回手，对着全副武装闯进来的同伴说：4036产生异变，疑似向人类外形靠近，但目前观测仍无攻击性。不过他顿了顿又补充，此外形疑似有迷惑能力，会让人放松警惕。接下来就拜托你们进行关押了。他现在还一直伸着手看着周景泽的方向，一边哭一边咿呀呀，似乎真是离开了监护者铺天枪地的幼崽。已经有其他人不忍地撇开了视线，可直到他们抱着千元从周景泽身边路过，周景泽也没有丢一个眼神给千元，好像这2天的喂养都没发生过。连那一只小小的拉住他衣角的手，最后也失去了力气，被人拽走了。直到大门关上，房间又只剩周景泽一人，周景泽才状似无意地放下手，擦过衣角，那衣角还留有柔软温暖的触感。被带走的千元最后来到了一个更大的、更加像模像样的收容缸里，但是更换了居住环境的小家伙很是萎靡不振，连接下来的几顿饭都没有吃，只是闭上眼睛蜷成一团，小肩膀还时不时一耸一耸。要我说，周队还是太冷漠了，这小家伙一点攻击性没有，还这么可怜，都舍得把他丢过来。不过 4036不吃饭会不会被饿死啊？他要是在绝食，我们肯定会被罚的，要不还是问问薄教授吧。而听到研究员的汇报，博玉川直接马不停蹄就赶了过来，毕竟像这样能够沟通的怪物太少见，他对怪兽的研究带着偏执。博玉川刚到，目光就落在了千元的身上，他敲了敲钢铁，就看见小章鱼苗动了一下，然后缩得更紧。博玉川看着这只小怪物的幼稚行径，忍不住笑了笑：你真的不吃饭吗？千元是一个十分坚定的章鱼苗，但是下一秒博玉川就当着千元的面叫人端来了自己的餐盘，里面真是把基地里最好的菜都涵盖。该死，千元还没来得及动，他的肚子就先不争气的叫了一声，果然不出3秒，千元就趴到缸边，小手去够餐盘子，可惜他的意识和身体都跟着一起回到了幼崽形态，也恢复了出厂设置，看在眼里却吃不进嘴里，把千元急得都快哭了。要我喂吗？博玉川笑眯眯地坐在他旁边，好像摇着尾巴的大狐狸。千元盯着他不说话，要我喂就要说清，你得有礼貌，小怪物。章鱼苗张开嘴巴指指自己，博玉川见状叹了口气，好吧，不过吃了我的东西，你就得听我的话。博玉川一边说，一边将饭菜喂给千元。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你想要更多食物也可以，但是你得配合我，知道吗？我饲养你，你要听我的话。博玉川还在对他念念有词，可章鱼苗就算变人了，也不过是个小孩，他能懂什么？而在观察过后，博玉川也得出自己的结论：4036根本没有攻击性，或者说他不喜欢吞噬人类。博玉川问向研究员，有没有其他没什么攻击性的收容物？我想把它们放在一起看一看。千元还不知道自己这个刚出生2、3天的幼崽就被博玉川惦记上了要打童工，他还在想怎么周景泽还不来给他喂吃的。等着，千元又开始迷迷糊糊入睡，却在睡着时感觉浑身都不舒服，像是有火在烧一样。这时系统语气平稳，这是没有获取情感知识的惩罚机制。千元在心里想，可是他连吐槽的力气都没有。千元苦笑了一下，他早该知道，没有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他从头到尾就是不幸运不被爱的那一个。他不停地抽烟，想把自己遭到的苦难都发泄出来，但在他哭的时候，其他的收容室就没有那么安静，几乎是所有的怪物都一同苏醒过来，显露出焦躁不安的倾向，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影响着他们，牵动着他们的情绪一样。今夜的研究员们近乎无眠，所有人都各自守在岗位上，对所有收容物进行监视控制，只有周景泽擅自离开。
不顾阻拦来到了一个房间，关押着那个最不起眼的幼崽的房间。周景泽也很想忽视掉内心的情感，不去想那一只可怜兮兮的章鱼苗。可是当千元在忍受疼痛、无端委屈的时候，他的心脏也跟着被攥紧了。当他看到蜷缩在缸里孤独的小小的身影的时候，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只能快步走到缸前，伸出手去把章鱼苗捞进怀里，强忍着喉间的怒火。怎么你这里一个人都没有？谁他妈欺负你了？是那个人类，好凶，但是怀抱好温暖。他生病的时候，最渴望的也不过是这样一个拥抱。小家伙望着周景泽，嘴巴张了张，哭得更委屈了。原本小小的一颗眼泪越砸越急，越哭越多。周景泽活了20多年都没哄过人，更别说哄小怪物，所以也只会干巴巴地道：“别哭了，行不行？”可是千元除了哭之外，没有其他表达痛苦的方式，他连说话都不会。他靠在周景泽怀里，那副样子实在是太令人心软。周景泽看他一直皱着眉头，是不是不舒服？哪里痛？章鱼苗捂了捂肚子，肚子痛。他们给你喂的什么？博玉川那死疯子，我不应该。谁知道周景泽话还没说完，千元又继续捂脑袋、捂胳膊、捂腿，哪里都疼。收容室传来了巨大的震动，似乎有怪物在为幼崽生命的陨落而感到焦急。周景泽茫然地捧起千元，一下子起身朝着门外飞奔而去。对不起，我不应该丢下你。周景泽甚至有愿意用自己的命去换千元的命的冲动。检测到足额情感值，您的惩罚期暂时结束。千元睁开眼睛，就看见自己躺在冷冰冰的手术台。薄教授一脸的疯狂，他对周景泽说：“你也看到了吧？这些收容物突然暴动，唯一的原因可能就是他能帮助我们控制其他怪物。”周景泽沉着脸，根本不理会博玉川。在博玉川还想要说什么的时候，周景泽直接把千元抱起来就想走。等等，周队长，你已经移交了收容 C036 的权限，你也没有资格带走他。周景泽一顿，他之前确实主动移交过权限，现在千元的收容者为博玉川，要是硬抢的话，博玉川甚至可以给他安上被怪物迷惑的名头。周景泽只能将千元放下，可是脆弱的千元哪里会那么听话？小家伙感觉到唯一的热源离开，立刻用触手勾住周景泽的手指，用为数不多的力气扒着人不放。又是这个动作，周景泽只觉得自己的心脏用力跳动了一下，随后他便回握住了千元的手。博玉川笑了，这小家伙可真厉害，连周队长都捕获了，不错不错。喂，可是你怎么不捕获我？博玉川也忍不住失落地叹了一口气，这么厉害的小家伙，怎么一睁眼见到的就是周景泽呢？要是小怪物黏着他该有多好，他一定会把小怪物养成最厉害的存在。博玉川又眯了眯眼睛，打算从周景泽手里把千元抢过来，感情也可以慢慢培养。千元现在的那点力气哪里比得过博玉川？眼看着他要被揪走，周景泽也不愿意了，立刻扯住小章鱼苗的一根触手。这下好了，原章鱼苗被他们俩扯成扁章鱼苗了。不可以啊，不要啊！林医生真怕千元又被这两个佛祖宗给弄死，连忙伸手去接，千元则是直接断了那两根触手。而周景泽正看着手里那一根小触手瞳孔地震，断掉了。可下一秒，那飞来触手直接融进了他左眼的伤疤里。周景泽的伤疤被治好了，但是现在他们还没有察觉，究竟是疗愈还是逆转时间的能力。再一看博玉川，他手里的触手不知道去了哪里，但是博玉川脸上的笑容从来没有这么真心实意过。算了，我们这样争来争去，反倒伤害了可爱的小家伙。我们可以共同合作，小家伙喜欢你，那么你也要好好照顾他。周景泽已经不想管那么多，恨不得立刻把千元带回去，给他好好筑个巢。但是千元只往林医生手心缩了缩，他真是怕了这两个监护人了，还这么小就让他自断两根触手。于是林医生就被虎视眈眈的两人盯上了，调了个部门换成了收容管理人员，简称 C036 的专属保姆。于是在不知不觉间 ，C036 的收容配置都快比得上 S 级收容物的收容配置。可惜正在养伤的小家伙不知道这些，他只是醒过来之后就例行找人要东西吃。周景泽倒是不着急，而是一上来就把章鱼苗掀起来，看他断掉触手的伤口，羞死人了。周景泽要干嘛？章鱼苗就没有隐私了是吗？为了方便，周景泽直接一手指就将章鱼苗摁倒，另一只手拎起章鱼苗的触手往里看，跟掀别人裙子的坏人一模一样。但是千元在周景泽反应过来之前，变回了半身为人类幼崽的模样，触手啪啪啪抽在周景泽的脑袋上。小家伙也是被气狠了，苍白脆弱的脸上被激起一片红晕，雾蒙蒙的蓝眼睛也含着一包眼泪，一副愁艳漂亮的姿态，看得人心间发颤。他觉得千元十分需要怜爱， C036 对他的影响越来越深，可周景泽却无法抵抗，他只能认命的对小家伙说：“我是在看你的触手有没有受伤。”可惜千元生病太久，早就对治疗看病这些字眼十分抵触，他更加警惕，将自己的触手牢牢藏在自己的身下。不过周景泽也不再需要去翻看千元的触手，刚才在千元动作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到了小家伙的情况，皮肤仍然是光滑平整的。周景泽为了小家伙的健康，将自己房间的东西全部搬到了千元的收容室。小家伙就喜欢这些，那就用这些东西给他筑巢。千元第一眼就盯上了被运进来的浴缸，当即放弃了自己现在这个看起来防御严密的收容缸。他高高兴兴地爬进浴缸里，看着其他研究员忙来忙去，感觉自己也没有那么难受。但除了简单的照顾之外，让 C036 恢复健康，还有一个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喂给他怪物真正需要的食物。虽然千元很喜欢吃这些人类食物，但他无法从这些食物上汲取能量。而怪物真正的食物是什么？是人类的灵魂，还是更高维度的精神力？周景泽不知道该怎么喂养这只挑食的幼崽，只能再一次尝试将自己献给千元。他脱掉上衣，他卸下自己的所有武装，连衣服和遮挡都不留，双臂张开对着千元道：“你可以吃掉我，把我当成你恢复的养料。”幼崽注视着他的身体，只是好奇地伸出手抚摸在他的胸膛上。周景泽顿时黑了脸：“不是，我没有说要这样养。”
我可没有爷爷的老婆啊。千元哪里是在讨吃的，他只是在周景泽的身体里感受到了自己的气息，在周景泽的左眼里有，在他的心脏里也有。左眼是因为他的触手，而心脏呢？千元努力思考了一会儿，不会是因为自己在梦里把周景泽给舔了一遍吧？这就把周景泽全身给打上标记了。千元十分心虚的收回了触手，但是在周景泽看来，章鱼苗完全被他吓到了，连人都不敢吃，啃一口的勇气都没有，太弱了。千元变成人类幼崽的模样后，睡眠的时间就变少了，食物也不用特别照顾，病怏怏的小脸上总是没什么生气，望着小小的房间发呆。周景泽就忍不住问千元，要不要跟我出去玩一会儿？于是千元一脸兴奋，迅速爬到了周景泽的肩膀上。周景泽怕小家伙一激动从肩上摔下去，最后还是变成了抱在胸前，一只手托着他的屁股，跟抱人类幼崽是一个姿势。其实他没把千元端在手里，也算是他有点带娃天赋了。周队几个研究员走过来，想把手里的资料递给他。这几个是最近新收容的怪物，您看看。周景泽伸手接过资料，简单翻看了一下。走吧，一起去检查一下是否有收容遗漏。跟着同伴进了收容室，这个新收容物不断起尸的骷髅被薄教授评级为编号021。骷髅是不是有点下载？周景泽第一反应是想到这个，他本来还想靠近的角度定住骷髅呢。靠，刚才哪个王八羔子没看住他？研究员说骂就骂，妈的谁在发抖好大声，老子都听见了。周景泽全程没出声，他牢牢护着自己怀中的千元，注视着四周。但一旦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听到了那发抖的声音，感觉那道声音太大，简直不像是人类能够发出来的。等等，周景泽醒悟过来，立刻循着声音望去，发现在离他最远的墙角那里有一具面壁发抖的骷髅。就算他已经没有了作为人的皮肤和表情，但是周景泽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恐惧的情绪。这骷髅到底怎么了？一时半会儿他们也不敢靠近，双方此刻都很害怕。只有周景泽往前走了一步，但这一步就把骷髅吓得魂飞天外。他因为抖得太厉害，胸口的肋骨全都散架了，还不敢低头去拿，一副恨不得自己原地散架直接消失的样子。连周景泽都疑惑了，只有千元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玩着周景泽胸前的扣子，但是不知道这小家伙是使了多大劲。突然扣的一声，周景泽的衣扣弹了出去，好巧不巧落在了骷髅的身上，就那么轻轻一下，骷髅便立刻散架了。这也算是收容成功了吧？周景泽默不作声地看了一眼章鱼苗，千元什么都不知道，千元只是一只无辜的小章鱼苗。千元对那堆骨头架子明显没有兴趣，他戳戳周景泽，好像在说好无聊，可以走了吗？周景泽一路黑着脸把章鱼苗抱了回去，千元就抱着他的手臂一直打哈欠，这就累了。周景泽将千元放进鱼缸里给他泡水，小家伙就乖乖坐着，一会儿看看自己在水里舒张的蓝色章鱼，一会儿看看周景泽两条又长又直的大长腿。行吧，8条腿的还羡慕他2条腿，我们不一样，你变不了这个样子。周景泽非常冷酷地说出了这件事实，小家伙的眼睛立刻变得水汪汪，他好像根本不明白自己和周景泽之间有什么区别，不就是活着会喘气的吗？千元已经在努力朝着人类的模样变化，但是千元憋红了脸，也只能是现在这副样子。系统凉凉的声音传过来，你连能量都没有获得，还怎么继续成长？而且你要是又不继续获取情感值，惩罚又会来的。上一次是警告，这一次可没有那么简单了。可惜千元似乎没心思听系统讲的话，只朝着周景泽拍拍小肚子，意思是饿了。周景泽看了一眼千元那白白软软的肚子，忍不住嘀咕，那么挑食还怎么健康长大？不过他也属于嘴上凶巴巴，但是行动还是十分溺爱的监护者，所以只能出去给他准备好吃的。等周景泽回来的时候，看到的却不是那个会张着手欢迎他的幼崽，而是蜷缩起来浑身发热的小家伙。怎么又生病了？林医生被紧急召唤过来，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给千元检查了个遍，但除了发烧之外看不出其他的病情，但是仔仔的模样像是在经受什么极大的痛苦，看得人急得团团转。周景泽不管不顾，又命令整个收容基地的其他医生全部管，但大家依旧诊断的病因是发烧。千元因为害怕和疼痛，又钻进了周景泽怀里。这一次周景泽没有推开他，而是像护着自己的亲幼崽那样护着千元。还有一件事，医生们都欲言又止。周景泽皱起眉头说，医生叹了口气，仔仔还不会说话，我们检查了一下，他的喉骨已经发育完全了，很大的可能是他是哑了。砰的一声巨响，周景泽就不小心将浴缸踹缺了一角。周景泽知道自己完了，他一时心软将小家伙带回来，就再也丢不掉。一时心软就会一次次心软，他也失去了质问千元到底是什么的勇气和机会。到现在他只能一边祈祷一边忧虑，希望不要到自己选择阵营的那一天，不然身为人类守护者的他，还会那么义无反顾地选择守护人类，而不是选择千元吗？没事的没事的，他拍着千元的背，像是在安慰幼崽，又像是在安慰自己。只是在这时，幼崽好像察觉到了他的挣扎，伸出手紧紧地攥住了周景泽的一根手指，小家伙只能发出咿呀呀的声音，但依旧甜美温暖。周景泽犹豫了很久，还是回握住了千元。哎呦，可怜的乖乖，小家伙真是太遭罪了。医生们不知不觉中，也像是在带自己家的幼崽一样，眼里全是心疼，嘴上不停哄着，越说千元就越委屈，像是要把之前遭受的折磨都哭诉出来。小家伙又开始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周景泽都怕他会把眼睛哭瞎了，只能去捏千元的嘴巴。幼崽被捏成了鸭子嘴，千元哭得更伤心了，看着杀怪物不眨眼的周队哄孩子，其他人都头大。最后还是林医生说，给 C036 带点玩具来吧，小孩子有玩的东西就不会哭了。周队的目光顿时落在发言的那位医生身上，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因为条件有限，他也只能把女儿玩过的粉色小兔子布偶拿了过来，害怕周队不满意，女儿小时候的裙子和发饰都拿了一点，反正 C036 长得跟洋娃娃一样，当成女儿养也没什么奇怪。周景泽更是察觉不出哪里不对，他当即就将兔子布偶塞进千元的怀里。千元在很早之前就离开了父母，更没有接受过父母的爱。
童年时期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玩具，小家伙很喜欢这个新玩具。他点点兔子玩偶的眼睛，舍不得把眼泪擦在布偶上，就转头把眼泪擦在周景泽的身上。擦完再认认真真玩布偶。周景泽看着自己胸口那湿漉漉的一点，脸黑成一片，他很想要发火，却在看见小家伙嘟起一点的圆润侧脸时，我又吸了下去。算了，幼崽生病都瘦了，情感值已稳定，他的烧就立刻降了，只是还有一点低烧再加上咳嗽。千元还没感觉，自顾自在那里抱着布偶爱不释手。但是周景泽看着幼崽蔫头巴脑的样子，心都揪成一团。他知道幼崽的能力，估计将幼崽直接带到外面去捕猎也没有问题。可是周景泽并不想把 C036 的能力暴露给总局，里面总会有心怀不轨的人。他要保护 C036， 要让 C036 活下来，所以他只能去找柏玉川商量。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办。等柏玉川到来，一边动作自然地揉捏着千元肉乎乎的脸蛋，一边对周景泽笑道：周队不会连这点办法都没有吧？我当然不会把 C036 的秘密告诉别人，我又不是傻子。但是给幼崽觅食这种事，我还是觉得周队更擅长呢。我可不是男妈妈。周景泽不太明白柏玉川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倒是听得出来话里的阴阳怪气。他强忍住把柏玉川打扁的冲动说：我出任务的时候会偷偷带上 C036， 到时候你要帮我隐瞒，并且帮我监测情况。可以啊，没问题。柏玉川答应的轻松，连林医生也被安排的明明白白。他们打算把林医生安排到下一次周景泽出任务的队伍。林觉叹了口气，他这个医生有一天也要被逼上战场。这一切都还是眼前这个小家伙造成的。可是当千元对上林觉的目光，把自己最喜欢的兔子布偶递给林觉，林觉心软了。要送给我吗？谢谢，但是还是你自己玩吧。林觉大为感动地说。周景泽戳破这种感动，他只是让你帮他拿一下。他把手腾出来吃零食，果然千元下一秒就在掏自己穿着花裙子旁边的小兜兜，从里面掏出医生为了哄他吃要给他的糖果。林觉在心里泪流满面，但是过了一会儿，一只捏着硬糖的小手递到了他跟前。啊，你又要我帮你拿吗？看林觉没有伸手，千元就直接把包好的糖塞进了林医生的嘴里。林觉真的泪流满面了，自己竟然被小章鱼苗靠着一颗糖收买，虽然糖还是自己的。小章鱼苗恐怖如斯，不过周景泽看到林觉抱着千元，就左右觉得不顺眼，一会儿嫌林觉抱着姿势不对，幼崽会不舒服，一会儿觉得林觉抱得太紧了，崽会喘不过气。总之，在林觉抱着千元大半天不撒手时，周景泽直接动手把千元抢了回来，怀里突然没东西，还觉得空落落的。他抱稳千元，理了理小家伙被蹭乱的头发。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千元靠在周景泽怀里，还不忘对林觉招手，意思是再见。周景泽在不知不觉中更酸了，他辛辛苦苦带了这么久的幼崽，可是崽就没有对他摆手。林觉这个野小子就这么抱养，崽就跟他亲近的不得了，全然忘记当初他主动抛弃幼崽时，周景泽正在吃醋，背地里阴暗爬行呢。一道打招呼的声音又让他回神，哎呦，我们乖仔今天也出街了，好亮啊，小靓仔。原来不知不觉中，不仅是林医生一个人，其他的研究员、医生在这段时间的接触里，都对千元很有好感，看见都要来逗一下。周景泽就这么默默抱着千元，看着小章鱼苗风光无限的样子，他沉默的好像只是千元的御用人形展示架。但是就凭着周景泽这个沉闷的性子，他也不可能会说出怎么不多喜欢我一点这种话。他只是安静的充当着小家伙的骑士、看守者、监管者。千元却好像感觉到了什么，转过头看着周景泽，眨巴眨巴眼睛，然后脑袋一歪，贴在了周景泽的颈间，是很依赖的姿势。他这么一靠，就算是铁石心肠的人，心也要化了。周景泽半天哼出一声，快点回去了，在外面待久了又会生病。千元靠在周景泽脖子边往上面一瞄，刚才还乌云密布的情感值，现在就已经泛着粉红泡泡。千元这才垂下眼睛，在周景泽怀里蹭来蹭去，小猫似的无意识撒娇，怎么这么爱撒娇？周景泽的话里满是嫌弃，但是情感值早就出卖了他。千元嘟起了嘴巴，眉头皱着，看上去有点不满。周景泽却说：你不要再撒娇了。千元满脸问号，有谁家好人把人家生气也当成撒娇的？千元推了推他，从周景泽身上下去了，小模样明显是在置气，闹着要和他分开的意思。周景泽也拦不住幼崽，只能松开手，看着他顺着自己的腿滑下去，来到地面。于是他七手八脚，一高一低地迈着步子追周景泽。周景泽看他急匆匆的样子，忍不住又偷偷笑了一声，可恶，为什么人类的腿不长出来啊？周景泽不动声色地看着崽，自己把自己气了个够呛，还狠狠一触手拍在墙边，但是墙太硬，小家伙吃了闷亏，抱着那根发红的触手尖，一时蓝色眼睛又蓄满眼泪，真是的这么小一点，身体又不好，怎么脾气还这么大？周景泽无奈的一伸手，把幼崽从地上捞进怀里，擦他的眼泪，别哭，现在没有水，可别把自己哭成章鱼干了。千元更生气了，不过还好小家伙没降到要咬一口自己的触手来泄愤的程度。周景泽回去给他喂点糖，幼崽就春暖花开了。不过他那只摔在墙上的触手明显胖了一大截，弄得小家伙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怎么都会碰到那根触手，只能拿给周景泽帮他牵着，还生不生闷气了？周景泽问他，千元转过脸装听不到。周景泽看看这只小笨蛋，叹了口气，给他上了点人类的消肿药，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对章鱼管不管用。等到要出任务的时候，周景泽才把幼崽额头上的儿童退烧贴撕下来，又给他把那只总触手用绷带包好。鉴于幼崽还未出战就已经战损，所以周景泽直接穿了外套，将章鱼苗一整个都进怀里，跟带孩子的袋鼠妈妈一样牢牢护着，只隔着一层薄薄的布料。千元的触手贴着他，还能摸到硬实的肌肉。周景泽感受着怀里不安分的幼崽，只庆幸自己没有痒痒肉，不然他真得很想把幼崽的触手们给绑起来，不准他到处乱摸。第一次出门的千元简直就跟一个好奇宝宝一样，他一直都想把脑袋从周景泽怀里滚出来，周景泽只能一直按着幼崽，
感叹一只章鱼仔仔怎么那么有劲，毕竟安全区外很危险。周景泽深吸一口气，率先踏进了异常物范围。周景泽端着枪，对面前的一切都打起12分精神。只有章鱼苗，上一秒还在帮周景泽警惕呢，下一秒就看着商场里的儿童乐园走不动道，周围一片荒芜，没有半个人影。整个空旷的商场里，只飘着儿童乐园的摇摇车里传来的童谣，那苍白机械的声音，谁听了都会觉得诡异和害怕，恨不得离那里远远的。周景泽觉得不安全，想换个地方，但是小章鱼苗誓死不从，在他的口袋里翻腾雇佣，他都怕小家伙又把自己弄伤了。那好吧，周景泽带着千元靠近了儿童乐园，但看着儿童乐园角落里蜷缩着的人形玩偶，眉头皱了起来。如果他想的没错，这种玩偶里面一般都是人穿着衣服来扮演的，而那个人偶就这么抱着膝盖窝在角落，看上去并不是只有一层空皮囊，可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儿童乐园的大门。一瞬间，周景泽在抬眼的时候，那个人偶已经站在面前，那个巨大的老鼠脑袋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周景泽想要举起枪，却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动不了了。不知不觉间，他只能跟着玩偶动作，玩偶伸手他伸手，玩偶转头他转头，玩偶鼓掌他鼓掌。下一刻，玩偶摘下了自己的头。那么他啊呜，一个很小很小的声音响起，周景泽这才从控制中回过神，他下意识去摸自己的口袋，口袋空了。下一秒，周景泽抬头看去，小章鱼苗以一种决绝的姿态，一口咬在了老鼠玩偶那颗显眼的鼻子上。周景泽被吓了一跳，连忙想要伸手去接呢，就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玩偶里的异常被抽空了，或者说里面的污染被章鱼苗吃掉了，玩偶散架一般摔在地上。周景泽手忙脚乱把章鱼苗接回自己手里，避免了小家伙被摔在地上的命运。虽然过程有点不好看，但是幼崽至少吃饭了，吃饱了没有？还要不要继续吃？周景泽好像全然没想起来刚才的危险事，要是幼崽没吃饱，他愿意继续用诱饵的方式来让千元捕捉到猎物。千元打了一个小小的嗝，他咂巴嘴，继续张大嘴巴。周景泽顿时就明白千元的意思，好吃还要。可是小家伙也喜欢儿童乐园，就不愿意挪窝了。周景泽本来想劝他快点出去吃饭，可是看见幼崽眼里全是欢喜的样子，还是选择溺爱，决定等千元玩够了再说。不过那些异常怪物倒是跟装了定位一样，他们不追着其他研究员跑，反而全部都朝着周景泽的方向围了过来。周景泽还不知道是自己引起的，因为人类被强大的污染物标记之后会好吃很多倍，还会让吞噬他的怪物获得更强的精神力量。周景泽还傻傻的以为这些怪物都是冲着章鱼苗来的，毕竟章鱼苗只是幼崽，周景泽就已经打算帮小家伙挨个处理这些怪物。千元也乐得轻松，他只管张大嘴巴，等着好吃的食物送上门。周景泽搞不定也没关系，他搞不定。两个人都以为是自己在照顾着对方，等那些怪物反应过来，这里不仅有好吃的人类，还有更可怕的存在的时候，他们的同伴都已经牺牲半数。小家伙终于在这个时候打了个饱嗝，不过这个精神力的味道还是有点淡，还是旁边这栋大楼本身传出来的香味好闻呢，所以千元觉得有一种饱了，但是又感觉没吃到什么好东西，嘴巴还是空空的遗憾的情绪。小家伙现在被教养之后，也不习惯这样的忍耐了，他直接转过头就啃了墙皮一口。周景泽满脸问号，他立刻冲上去，捏着幼崽的下巴把崽从墙上摘下来，吐掉。墙皮不可以吃，可是不省心的崽已经嚼咽下去。周景泽觉得自己的脸色快要被气到黑如锅底，只能立刻给林觉传讯息，让他快点赶过来。我只是个医生啊，你真的要我头铁冲进怪物堆？可惜周景泽不在乎，他只是紧紧盯着幼崽，生怕崽会出什么问题。可是吞了一大块墙皮的幼崽生龙活虎，精神状态似乎都变好了。此时的崽崽看上去开心的很，小家伙一边玩还一边看着其他玩具，恨不得自己立刻分身，能把里面的每一个游戏都玩到。周景泽看他那个样子，又是好笑又是心疼。周景泽正在感慨，玩累了的幼崽又是一口咬在旋转木马的木马头上，直接就把实心的木马咬碎，咔嚓咔嚓吞了下去。周景泽这下彻底不淡定了，再吃下去，千元的人类监护者就要掐人中了。但偏偏千元还觉得这栋楼都那么诱人，就像他与周景泽住在一起的第一个晚上，他吃到的那个黑色线团子，只是可惜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又变成那样巍峨伟岸的样子，一口把这栋楼给吞了，所以只能一点墙皮一点墙皮的啃。凌天大厦，难道没有家人们人为我发声吗？周景泽实在害怕小家伙又继续吃，他不知道这玩意儿吃下去会不会拉肚子，看上去就那么脏兮兮的，只能把幼崽重新揽进怀里抱着。千元仰头看周景泽，试图用眼神祈求周景泽把他放下去。周景泽冷酷道：不可能，你不要想了。千元持续发送可怜可怜可怜。周景泽败下阵来，他抱着千元，长腿一迈坐上旋转木马，那小小矮矮的木马，他坐着也万分憋屈，但是周景泽还是毫无察觉似的不停溺爱，盲目溺爱，做了2圈旋转木马。千元又要做旋转咖啡杯，按照周景泽的身体素质，他带着千元能把转盘转速弄成飞行员航空考试的转速。林觉到场的时候，完蛋，这瘪犊子玩意带着崽疯了。等到周景泽转完，面不改色下来的时候，他旁边的幼崽走爬了波浪线，是的，千元完全被转晕了，连触手都没有一点力气，只能拖在地上爬。周景泽不自然地皱起眉头，他刚才没有难受的样子也没想通。话音刚落，千元就呕了出来，林觉顿时大惊失色，我就说幼崽怎么可以跟着你那么转啊，他还是个孩子，你怎么那么心狠手辣？周景泽嘴硬，他应该是刚才啃了墙皮引起的呕吐，看崽崽难受，崽崽立刻就被周景泽和林觉紧急抱回了临时营地。确定幼崽没问题之后，两个人才松了一口气，而幼崽早就玩到精疲力竭，已经靠在周景泽怀里睡得不省人事，他的身体没事就好，明天还要继续探索，我看还是可以抓一点猎物带回去，让 C036 在基地里也能有事的。周景泽低沉着声音道。林觉没什么异议，当然可以，你有实力你横着走都行，不管怎么样，这一晚千元睡得很香很香，他的梦里都有彩色的旋转木马。
海洋球、蹦床，还有周景泽。在梦里，周景泽突然变成了一条长长的黑色的龙，缠着千元开始高速旋转。好晕，好晕啊！在梦里挣扎着千元，一脚踹到了睡在他旁边的周景泽。周景泽在摔下床之前惊醒过来，看到千元皱着个小脸，一会儿委屈一会儿高兴的梦里，周景泽沉默无言，坐在床边就这么看着幼崽的睡颜。林觉茫然的从睡袋里爬出来，怎么了？我怎么听到咚的一声？怪物们杀过来了。周景泽一个眼神看过来，小声点。林觉顺着他的动作看到在梦中蹬触手的仔，表情跟着柔和下来。你看仔他这小触手有劲儿的很的，可不是有劲儿吗？一脚把周景泽踹下床。周景泽没有附和，但是眼神还是流露出与林觉如出一辙的慈爱。直到天蒙蒙亮，在外面守夜的队员匆匆跑过来。周队那一场，他跑了。跑，要是拥有活性，怪物迈腿跑掉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可是这次的异常是一栋楼啊，这要怎么跑？难道是队员一时被吓到，没有说清楚？其实是里面的怪物跑掉了。周景泽顾不上其他，抄起幼崽就出去查看，结果还真是凌天大厦连夜跑掉了。原本高大耸立在市中心的凌天大厦，现在只留下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深坑。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风中凌乱，只有周景泽看了看大坑，又看了看幼崽，仔遗憾地叹了口气，跟周景泽比划了一下，比划出一栋楼长出4条腿跑掉的样子。幼崽万分伤心，那么好吃的食物又没有了。周景泽则在无语，他感觉自己以后都不能严肃面对那些异常，万一他们都有活性，会连夜长腿逃跑。而且仔到底有多能吃，就啃那么2口强皮，这栋大厦就跑得无影无踪。果然之前还是没遇到过能把异常列在尸骨上的家伙。凌天大厦要是知道周景泽怎么想，肯定要哭着大喊冤枉。他要是遇到顶级掠食者，混沌上的主人试试呢？就算只有鼻嘎大点，那也是能够把他完全吞噬掉的好吧。刚仔的食物连夜逃跑，周景泽抱着仔，很遗憾，你又得饿着了。可惜千元说不出话，他眨巴眼睛，对着周景泽张开嘴。周景泽知道小家伙纯粹是馋的，等会儿回去路上给你买蛋糕。蛋糕又是千元从小馋到大，但是很少吃到的东西。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体质不允许，还因为没有人为他买。但是现在他也有愿意为他买蛋糕的人了，尽管他们不是家人，连物种都不一样，但是周景泽还是愿意照顾他，真心实意的关心他，在乎他。就算这个世界很糟糕，但是千元还是忍不住笑弯了眼睛。周景泽看着幼崽那灿烂的笑颜，也忍不住柔和了脸色。哪有你这么馋的小怪物？他虽然这么说，实际上开车回去的速度比谁都要快。幼崽看着那个小并不精致的纸杯蛋糕，眼里迸射出的光芒让人也不禁跟着开心。但这时候周景泽却有些后悔，自己怎么就不能再厉害一点，再无所不能一点，那么他就可以变出更美味的蛋糕，满足他的幼崽的一切愿望。那么好的幼崽就值得最好的一切。周景泽正在愧疚呢，他也没想到仔把蛋糕捧到手里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献宝一样递到周景泽面前。幼崽喜欢的蛋糕，第一口要给最喜欢的人类尝尝。周景泽顿时五味杂陈，他觉得自己的心脏像是被扎了个洞似的，各种情绪一起往外涌。旁边一直跟着的林觉也忍不住有些嫉妒，仔不喂我一口吗？周景泽嘴里的甜腻味道化开，但是他语气之嘲讽还是不变，一个成年人抢幼崽似的，你怎么好意思？林觉真的连脸皮都不要，他就是想幼崽也跟他亲近一下。只可惜千元也想一碗水端平，但是蛋糕只有巴掌那么大，给周景泽一口就分了一半。最后千元犹豫了一下，忍痛塞给林觉蛋糕上的小纸伞。纸伞啊！林觉的语气里还有点不满意。周景泽都看不下去了，不喜欢就换回来。幼崽就喜欢这个粉色的小伞，他刚才选了好久，是这样吗？林觉捻着小纸伞，像是得了奖金似的又扬眉吐气了。周景泽没骂林觉这副不值钱的样子，他只是看了看小家伙实在对小纸伞依依不舍，于是决定直接伸手做恶人，拿来一丝一丝给你一下就行了，你已经拥有过了，该把伞还给仔了。林觉满脸问号，不是，哪有这样的？为了仔，我说可以就可以。可是千元倒不周景泽要给他的纸伞，他都已经送人了，怎么可以要回来？坏仔才言而无信，千元张嘴说不出话，他就只能转过脑袋，不去接周景泽手里的小伞。林觉见状嘎嘎乐出声，我们仔的道德底线比你高啊！周景泽啧了一声，最后想了想，转过头又给幼崽买了一个小蛋糕，虽然没有千元最喜欢的那个颜色，但是至少是有一把让他可以玩的纸伞。千元愣住，他还可以有一个蛋糕吗？在千元往日的概念里，就算能够拥有这些可贵的珍稀的食物，也只能是一次一份。在他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里，这样的规矩已经深入他的内心。可是周景泽却毫不犹豫地买了第2份蛋糕给他。千元看着周景泽刷卡的时候眉头都不皱一下，但是就凭着他平时没怎么看见过蛋糕，就知道15元对于现在的物价来说算是昂贵。仅仅是因为他可以多吃一个蛋糕，千元就觉得自己一直以来的观念都遭到触动。周景泽还没有那么细腻，可以察觉到幼崽所有的情绪变化，他只是看小家伙捧着小蛋糕，突然就开始流眼泪。周景泽立刻反应过来，蛋糕有毒。林觉看了看仔，没有吧，还没吃呢，肯定是因为你太不要脸，把我们仔气到了。他理都不想理林觉，低下头去给仔擦眼泪，但是周景泽只会捏着幼崽的脸，大开大合揉2下，小脸都因为力道问题被蹭红了。千元顶着2块被搓出来的红脸蛋，继续一眨不眨望着蛋糕，最后他将蛋糕藏在了周景泽用来装他的那件外套里，这是幼崽认为最安全的地方，他还是舍不得一口气吃掉，所以就要藏起来，这样要是周景泽或者自己没有东西吃了，他就可以把蛋糕拿出来分给自己和周景泽。周景泽大概意会到了仔的意思，不过他只是在想自己要用什么姿势才不会把这块蛋糕压扁。最后他只能在仔注意不到的时候，将蛋糕偷偷转移到他的背包里。在幼崽反复确认的时候，
他才会拿出来给幼崽看上一眼。吃饱喝足还有存粮的千元简直开心到冒泡泡。他趴在周景泽肩头，周景泽仔细听的话，就能听到小家伙在小小声哼歌，尽管语不成语调不成调的，但是就是用那牙牙学语的声音，也让人心化成一团。随后周景泽就带着幼崽回了收容室睡觉。千元又做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梦，梦见了他长了一点的那个大厦异常，那异常似乎穿梭在一个不存在于这个星球的时空，卖惨的声音几乎传到所有异常的耳中。他醒来了，我见到了他，他很虚弱，甚至还咬了我一口，直接啃下我一大半的精神力。他苏醒了，一切都会改变。在那惊恐的语气落下之后，在极深极深的地方突然传来一阵阵私语，混沌上的主人，深空中的支柱，维度空间中的顶级掠食者，吾等赞颂您的尊名，感恩您的苏醒。可也不知道是不是做了那场梦的问题，等千元醒过来的时候，他的视角又发生了变化。千元有些慌乱，千元捧着脸惊叫起来，语气里全是惊慌失措。怎么了？周景泽立刻闯进来。4036，周景泽无法对着一个看起来15、16岁的俊美少年问出是不是仔仔的话，也没想过该怎么称呼千元，所以只能别扭的用编号朝着千元确认。千元听到周景泽这么喊他，吓了一跳，就像是家长突然喊孩子的大名一样。千元下意识就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周景泽不高兴的。千元迫切的想要出声，想要解释，他不是故意变成这副样子，不要抛弃他。可是就算他掐着自己的脖颈，也照样吐不出来一个字。小家伙想要伸出手去拉周景泽的衣角，但到底还是犹豫了。他始终对自己对别人的爱不自信，可是周景泽没有马上离他而去，而是看着他掐自己的样子，立刻上前阻止，凶巴巴地说：你想干什么？在看见千元失落的表情之后，他又怕是自己嗓门太大，声音太冷硬，把幼崽吓到了。于是从来不会顾及别人感受的杀神周景泽放缓了语气又说：别掐，会受伤的。千元拉着周景泽，无助地指着自己的喉咙，最后只能垮下肩膀，像湿漉漉的小狗一样可怜地望着周景泽。千元本来幼崽模样就已经能看出那令人神魂颠倒的美貌，更别说现在长开之后究竟有多惑人，再加上他还是那么傻乎乎的用表情朝着周景泽撒娇。周景泽呼吸一乱，连心脏都跟着乱了几个拍子。多不谙世事的美人啊，哪怕受到欺负任人宰割，恐怕他都不会明白自己遭遇了什么。周景泽呼吸一沉，捏住了千元的下巴，他现在开始担心千元会不会被不怀好意的家伙给盯上了。带个崽怎么这么难？对于情字一窍不通的两个人，此时都还没有注意到任何不同以往的悸动，他们还在一个撒娇卖乖，一个闭眼溺爱，能不能变小？冷静下来的千元摇摇脑袋，他现在对于自己的能力一点控制的办法都没有，只能默默叹息，尝试用蜷缩的姿势把自己变得小一点。看着快要变成悲伤蘑菇的崽，周景泽生不起一点责骂的心思，他刚要说些什么，就看见崽有些生疏的在干燥的地面上用水汽写字：不要丢下我会努力变回去。周景泽想到千元刚才无法出声的绝望表情，温柔的揉揉他的脑袋：不会丢下你，我保证。不会变小了也没关系，我会保护你的。千元闻言，含着水汽的眸子亮晶晶盯着他，然后少年就以熟练的姿势扑进周景泽怀里。这样的变化如此之快，在千元自己心中，他也还把自己当成小孩，所以完全没意识到现在的他扑在周景泽身上会造成什么误会。其他研究员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画面。阿仔啊，你可要仔细想想，我们周队要战力有战力，要颜值有战力，要温柔也有战力，你得好好考虑考虑，不要被猪拱了。对啊，你是现在还没有接触到太优秀的人，等你以后见的人和怪物多了，可能考虑的又不一样了呢。再说怪物是不是没有我们人类的这些规矩啊？但是万一某人被始乱终弃了，到时候受伤的也是我们。嗨，周景泽实在听不下去这些研究员你一言我一语的在这里胡说八道，沉着脸咳嗽了好几下，咱只是觉得我亲近而已，他还想没其他意思，他根本就不懂这些，不要再乱说了。千元满脸迷茫，所以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呢？仔，你变大了吗？林觉的声音大老远就飘了过来。千元啊了一声回应，他还想要自己迎接林觉，可没想到迈步的一瞬间却被周景泽拿来的被子盖了个彻底。林觉到现场到处看，仔呢？仔自己板着一张小脸沉默地掀开被子。在这儿呢。林觉凑过来左看看右看看，随后提着设备给幼崽做了全套检查，确认幼崽的身体没有什么问题，至于他为什么会忽然变化，这可能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范围。林觉这样说着，周景泽担心小家伙的身体还会有什么变化，别乱动，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千元摸摸自己的肚子，林觉跟着看了一眼，这个没什么，就是吃太多鸡食了，你不要给他喂这么多。周景泽皱了皱眉头，看样子很想批评贪食的幼崽。千元已经很习惯看别人的脸色了，所以就算周景泽不发火，千元也知道周景泽是生气了，他连忙啪嗒啪嗒跑到林觉身后躲着。林觉吐槽靠我没用的，他倒是不逞强。千元注意到了走过来的博玉川，连忙过去抱住博玉川的大腿，躲到他身后。博玉川还不知道小家伙是过来避难的，怎么终于发现周景泽不可靠。博玉川笑眯眯，想要我养可以啊，先蛊惑我一个看看。周景泽哪里能同意自家幼崽被拐走，他立刻伸手要去抱千元，结果被博玉川拉着躲开，人家小不点主动过来，周队长还要抢吗？就这样仔被大家抢来抢去一早上。这时有一道视线已经在千里之外定位到了这里，露出狩猎者的獠牙。那个不知名的存在看着这一切，喃喃自语：您居然被人类欺辱至此。说着那个家伙跨出一步，从另一个混乱不堪的空间里转瞬到达基地。主人，我等必将您的辉光传遍此地，恐惧不安战乱将覆盖于此，直至灭亡。等那些一语传到了正在午睡的千元的耳朵里，千元茫然醒来，却找不到呼唤他的人在哪。他连发出同频的只有怪物能懂的慧言都很困难。他叫好一会儿，
发现没有人回应他之后，千元就悄悄从周景泽身边溜了出来，自己来到窗户边，然后鬼鬼祟祟地跑了出去。他其实也不明白对方的意图，千元纯粹是好奇，因为一听到这样的声音，他就知道对方才和他是一类的种族，或者说都是从混沌之地诞生的产物。感受到千元的气息的怪物直接过来找千元了。这时千元看到角落的阴影慢慢聚拢，凝聚起一个高大的身影，露出一张似人非人的脸，像是野兽，更像是恶魔。这家伙一出现，就径直单膝跪于地上，也不敢直视千元的样子。不可直视，不可窥探，不可隐瞒，这是对于混沌里的怪物们都心知肚明的规则。主人，您受苦了。干净甜软的声音让怪物僵硬于此，他震惊又茫然，这怎么可能是主人的声音？也许是判定了这个家伙对自己没有威胁，千元就主动上前，出于礼貌，他递给了这个家伙一颗糖。怪物再也忍不住，抬头一看，主人。怪物的震惊和悲愤难以言表，他的主人现在居然是幼崽妻，这些弱小的族类居然趁人之危囚禁欺负他们的幼崽，卑鄙无耻！撒吉也顾不上其他，就要把幼崽带走去抓高等级的异常吃。撒吉虽然理论知识充足，但也还是单身几千年的光棍怪物，从来没有真的带过幼崽，所以在想办法带走千元的时候都花了好大功夫。还好千元现在会主动要抱抱，所以撒吉也从善如流的抱住了小家伙。撒吉正要走，周景泽这边才将追上，把怀里的幼崽放下。周景泽举着枪，不知什么时候他的双眼发红，气势更像爆闪的雷电，不管是人神佛鬼都不可以从他身边带走千元。撒吉眯了眯眼睛，突然看到周景泽左眼和心脏的标记，这是主人选中的祭品吗？但这家伙身上的标记这么重，下一秒撒吉突然暴怒，区区一个蝼蚁，你究竟有什么资格成为主人的信徒？一时间撒吉连千元都顾不上了，伸手就要将周景泽斩于剑下。他实在无法容忍，连高等级怪物都无法被主人的青睐的情况下，一个人类却趁机夺取了主人的信任。周景泽则完全把撒吉看成了天打雷劈的人贩子，两人义无反顾冲向对方，都是不死不休的状态。千元才是受到惊吓最重的一方，眼看着两人就要交锋，千元只能依靠本能让两人分开，这个愿望实现。啪嗒，周景泽率先双腿发软跪倒在地，千元在他身上留下的标记第一次展现出他的用处，只要千元心神一动，他就可以这样掌控周景泽，让他无法摆脱自己。而相较于撒吉，千元就更加简单粗暴了，他只是触手一缠，就让撒吉看到了自己梦里的本体。撒吉哐叽一下倒在地上，两败俱伤。千元也是难得使用自己的力量，虽然操作起来并不难，但是对于一个不会收放自如的幼崽来说，他直接变到最小，成为章鱼苗落在撒吉的心口处。千元秒睡，轻轻打起了鼾。周队研究员们见状纷纷上前，但是他们护住周景泽，却仍然不敢和这种高等级的怪物面对面，只能眼睁睁看着怪物化成一团阴影，连带着幼崽一起。周景泽不甘地抬头，回来，不准逃跑。可是不管他再怎么喊，撒吉都已经逃之夭夭。撒吉回到混沌里，撒吉那半晌才说，主人，你怎么又变小了？这时一位阴郁男闻靠近，主人呢？我怎么没有看见？不会是你根本没有找到主人吧？怎么可能？但是现在就是不能给你看，要是主人知道你打着他的名号如此冒犯他，你就等着灰飞烟灭吧。撒吉忙着跟阴郁男吵架，一时间又没有察觉到章鱼苗醒了，慢吞吞从撒吉肚子下面爬出来。阴郁男也看到了千元，他一时间震惊于混沌主人居然变成了幼崽，但是也不忘记连忙低头跪下，这是刻在他们灵魂深处的恐惧。撒吉见状才终于解气了，自己的尾巴摇成了螺旋桨。主人，就算变小了，您的英姿依旧那么能够震慑敌人。千元坐在地上，看了看撒吉，又看了看阴郁男，发现没有周景泽的踪影，连基地里他熟悉的那些人都不见了。幼崽不管这是哪里，幼崽只想要监护者。小章鱼苗发出声音呼唤着周景泽，可随着聚拢过来的怪物们越来越多，他还是没看到周景泽的身影。小章鱼苗后知后觉，有些害怕了，看着这群奇形怪状的大家伙，眼里的眼泪怎么包都包不住。怎么哭了？天哪！章鱼苗一哭，这群怪物就比千元本人还要慌。说着保护幼崽是种族天性，但实际上这些家伙都没有带幼崽的经验，毕竟怪物堆里这么些年，哪会蹦出来一个幼崽？完了！一时间整个混沌里路过的狗都会被这些惊慌失措的怪物给踩一脚。等等，可能是幼崽挨饿。不知道是谁说出这句话，撒吉连忙弹起来，直接选中一个围观的幸运儿，从他身上撕扯下来一小块，喂给章鱼苗。千元一边哭着，一边也不耽误吃，他闻到香香的食物味道，就下意识张开嘴巴，连吞带咽，慢点。撒吉一点一点喂给章鱼苗，生怕他呛着了。果然是饿了吗？看来我们还是会养幼崽的呢。怪物们议论纷纷，章鱼苗那么小一点，吃完怪物的小片，身体就已经把肚子撑得鼓鼓的，他连坐都坐不起来。可小家下一秒张开嘴就嚎啕大哭，千元一边哭着抹泪，手一边还要留出点缝隙用来看人。小家伙哭了半天，见周景泽还是没有出现，这下才是真的完蛋。这下混沌之上可真是乱了套，大家都纷纷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不管是用来捕猎的，还是用来吓唬人的，还是进食的，只要是能哄幼崽的童子都交了出来。幼崽顿了一下，就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这些丑家伙给围了个遍，哭得更大声了。撒吉哪里见过这种大场面，只能又把哭得不行的崽揣到身上，回到现实世界去找办法。于是便停留在一个人类家庭的窗户下，偷窥人家是怎么带幼崽的，甚至还顺走了他们用来哄幼崽的玩具摇铃。可惜千元现在对什么都不关心，一门心思的想要监护者出现。最难的是千元没办法开口说话，撒吉他们就明白不了千元的意思。两个家伙就这么干耗着，直到千元哭累了睡了，撒吉长出一口气，他憔悴的模样比被敌人追杀3天3夜的时候还狼狈。阴郁男，要不还是找之前那些人类带孩子吧。撒吉也实在受不了主人这样闹，他几乎是立刻捞起千元就走。两只怪物不过眨眼间就回到了基地门口。
撒吉偷感很重地靠近基地，把小孩放在基地门口就消失。当千元感受到锦泽的身上标记，几只腿倒腾得飞快，在无人注意的角落，撒吉和青莲叶顶替了两个缩在收容室里很少露过面的收容物。千元虽然走了几步有点累，但是撒吉也养得不算太坏，小家伙依旧是圆圆润润干干净净的样子。可是落在人们眼中，他们已经脑补出了一场幼崽偷偷逃跑，不远千里踏上回家之路。呜呜，崽啊崽，是周队没有看好你，崽。熟悉的声音响起，千元才彻底放松下来。他看向人群外的周锦泽，刚刚还在羞这群大人哭得不成人样，现在却连小家伙也绷不住了，哭得可怜巴巴的要周锦泽抱。周锦泽伸出手，在人群中，他们终于团聚了。撒吉看着这温馨的一幕，虽然他不会对幼崽产生什么独占欲，但是不妨碍他也会生出嫉妒的情绪，毕竟他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尽心尽力想将幼崽养好。可就凭周锦泽是先来的，所以他就能抢占主人的所有信任吗？明明他们才是主人最忠实的拥簇。千元窝在周锦泽怀里，他这次出去确实被狠狠吓了一通，人也蔫哒哒的。这时系统对他说，你现在可以自由地变化成少年体型了。千元忙着跟周锦泽述说自己的委屈，根本没空闲理会系统。系统叹了口气，你明明这么有潜力，要是用成年体型去攻略目标获得情感值，早就已经得手了，何必还这样自讨苦吃？周锦泽抱着小家伙给他洗澡，顺便把他的全身上下又翻了个遍，确认幼崽除了触手被磨破了一点之外，没受什么伤，而且幼崽现在肚子都还是鼓鼓的，在外面吃的什么东西？周锦泽干涩开口。幼崽摸摸肚子，露出飘飘然又遗憾的表情。撒吉塞给他的自然是好东西，但是可惜自己吃不下多少，还积食了。可在周锦泽眼中，幼崽就是自己出去打猎，捡了别人不要的垃圾或者吃剩的东西，觉得是美味佳肴。周锦泽明明知道，小家伙连面对一块蛋糕都高兴不已，他哪里明白自己是在流浪，是在捡垃圾？他可能只会想，这次离开家好远好远，还要走好久好久的路才可以回去。周锦泽伸手把小家伙按在自己的颈窝，对不起。千元眨眨眼，觉得自己脑袋上好像被什么带有温度的水滴砸到。周锦泽居然哭了，要是有别人在这里看到这一幕，恐怕会吓到精神失常。天哪，周锦泽这么冷酷无情的家伙，不可能带幼崽之后就变成这么柔情的。千元也忍不住想去看周锦泽的脸，却被周锦泽压着脑袋不让他动。等千元总算挣脱周锦泽的压制的时候，周锦泽脸上已经没有任何表情了。周锦泽捏住了他的小脸，你的牙怎么掉了？你被那家伙虐待了？周锦泽的声音提高了8度，已经开始冷得掉冰碴子了。撒吉在无人在意的角落里气得跳脚，你哔，谁他妈会欺负幼崽？家怪们，谁懂啊？这男的真的太下头了。周锦泽那边则是马上就把林觉揪了过来，把幼崽推去照了个 CT。他敲敲片子，对周锦泽说，崽没有被打，他只是在换牙。前几天我们已经看到幼崽变成15、16岁的少年，那有可能他的生长速度也比我们要更快，也许只需要短短的一段时间，他能从幼年期飞速进入成年期。万一幼崽的寿命比我们更短暂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他那么体弱多病，会走在我们人类的前面？周锦泽这下不说话了，可他的表情比任何时候都要难过。他向来目标坚定，内心强大，却在这个时候头一次带上了一点茫然。我不知道，他甚至没有深究过自己与怪物的生命本就是不同的。幼崽就算能活很久很久，大概也只能看到自己年老体衰，离他远去的模样，照顾幼崽，看着幼崽成长，然后总有一天幼崽会离他而去。每一个人都终有分别。周锦泽看着因为短暂分别而有些分离焦虑的幼崽粘在他身上，低声道，我要看到他长大，至少我想要陪伴他长大。林觉摸摸千元的头，那么我就许愿崽崽可以健健康康，不要生病就好了。千元被触发关键词，他听到林觉对他的祝愿。千元对上周锦泽的视线，朝他无辜地眨了眨眼睛。幼崽就觉得周锦泽是他最重要、最依赖的人，他不想再和周锦泽分开了，所以小家伙搂住周锦泽的脖子，主动亲了一下周锦泽的脸颊。周锦泽脸红了，他的监护者变色了。幼崽惊讶于这样的反应，并且对于这样有趣的事情跃跃欲试，所以在门口碰到薄玉川的时候，千元毫不犹豫的波波。幼崽随即迷倒一个路人，薄玉川看上去一脸淡色，还算正常的推了下眼镜，但下一秒他就撞在了门框上。薄教授，您还好吧？薄玉川呵呵笑着，一点意外罢了。一点小小蛊惑，怎么可能会改变我对深空的向往？但是等到薄玉川再过来的时候，他的手里就握了一个相机。林觉评价，薄教授，你这能拍出来吗？这连拍这么多，你到时候一张一张挑啊。薄玉川淡淡回答，不用挑，都挺好看的。周锦泽恨不得把幼崽藏进自己怀里，别拍这么多，怎么不准我拍了？这个玩意儿又不会伤害到他，而且闪光灯我也关掉了。周锦泽咬了咬牙，有辐射对幼崽不好。不会吧？周锦泽也信中老年人那一套谣传，你醒醒啊，周锦泽，你看看为了幼崽你都在说什么胡话。博学多识的薄玉川都被周锦泽这话给堵住了。周锦泽见状，顺理成章地没收了薄玉川的相机，但是在千元摸自己松动的牙齿的时候，他又听到了快门的声音。不过幼崽对这些事情也没多大兴趣，过了一会儿就玩自己的去了。现在撒吉离他这么近，幼崽便也能常常听见撒吉用混沌语呼唤他。小家伙耳濡目染，终于学会了一点混沌语。这个话是不需要学人类用咽喉发声的，而是控制自己的精神力发出信号。但幼崽习惯性张开嘴，从嘴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星号B，正在例行呼唤幼崽。安抚幼崽的撒吉话音一顿，刚想骂回去，突然反应过来，刚才好像不是你在骂我吧？青莲叶不想回答，撒吉看着青莲叶的无语表情，一下子蹦起来，我去！幼崽终于会说话了。然后他继续悲鸣，崽崽，
这是脏话不能学啊！他不会把仔教成一个只会骂脏话的大恶棍吧？那混沌肯定会把他的狗皮都给扒掉的。不过还好千元一直都是乖仔仔，撒吉说不能学，他就马上闭上嘴巴，但是又忍不住能和别人说话的喜悦，努力道：“你们是谁啊？幼崽就是幼崽，将混沌语都这么奶声奶气，把人心都听化了。我是撒吉啊，主人，您是不是不记得我了？”青莲叶这才连忙帮这只傻狗解释：“主人，我们是您在混沌之上的随从，就是我们把您从这里带走的，我们却没有照顾好您，只能让您继续受人类看顾，请降下责罚。”幼崽不明白，决定另起话题。小蛋糕，对于心心念念的小蛋糕，千元吐词超级清晰准确。小蛋糕是什么意思？撒吉没听说过，再次求助青莲叶。青莲叶摸摸下巴，应该是一种人类的食物吧，糕点一类的。主人是叫我们用这种食物去换得他的宽恕。撒吉立刻道：“那哪里有这种小蛋糕？需要去抓吗？还是长在土里？”青莲叶也不清楚，应该是在人类的家里才有吧。说着，两个怪物就去执行千元的命令了。而等了半天没有等到回答的千元，只能悻悻闭上嘴巴。小家伙以为他们不想跟自己说话了，他趴在浴缸里，自己伤心了一会儿，但是抵不住身体的疲倦而入睡。只不过这次没睡多久，整个基地都响起了警报声。千元从梦中惊醒，茫然看着周围，有2名收容物逃离，启动应急方案，务必在收容物到达完全区之前将其再次收容管控。连周景泽都顾不上千元，只有灵觉冲过混乱的人群，把小家伙抱进怀里。周景泽叫我看着你，你要是跑丢了，那我就完蛋了。幼崽张了张嘴巴，想用混沌语开口问灵觉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灵觉害怕他找不到周景泽要哭，直接在幼崽张嘴时就塞了一大颗糖进来。不过还好，一人一幼崽在门口待了没多久，幼崽嘴里的糖都还没有含化呢，周景泽就已经收队了。他们很快就抓捕到了2个逃跑的收容物，其实说全一点，就是2个为了跑到人类家里偷小蛋糕的收容物，物赃并获，现场抓捕。那人类小孩也不敢再吃被怪物觊觎过的蛋糕，再加上就算已经被抓了，那半只狗也实在想要小蛋糕，竟然直接在地上撒泼打滚起来。他们就只好连着小蛋糕一起带了回来。变成1/6狗的撒吉被布袋子罩着脑袋，垂头丧气的从大门进来，手上还带着有封印的银镯子，一看就是犯罪人员。不过在幼崽第一眼看见他和青莲叶的时候，小家伙就已经认出了他们。幼崽眼睛一亮，啪嗒啪嗒就要过去，连忙被灵觉抱住。天哪，你可别过去！但是由于幼崽渴求的眼神太过明显，灵觉还是同意带着幼崽状似不经意的路过那里。幼崽一靠近他们，就啊2声，大狗狗！千元喊了撒吉，再转头看向青莲叶。幼崽明显有些犹豫，最后道人。撒吉没忍不住笑喷了一下，然后咳嗽一直不停。周景则看一眼怪物的反应，还以为这家伙是和其他怪物一样被幼崽吓到，可是没想到下一秒那只怪物就张开嘴，把嘴里含着的小蛋糕吐到幼崽跟前。幼崽迅速伸出触手接住，没有落到地面，然后就要往嘴里塞。周景则血压一下子升高，虽然没掉地上，但是上面全是狗口水。在幼崽下口的前一刻，周景则如愿收缴了他心心念念的小蛋糕。千元满脸茫然，然后委屈，他眼泪汪汪的看着周景则，马上就要包不住眼里的泪珠。周景则立刻道：“我回去补给你，这个蛋糕不卫生，吃了会肚子疼。”撒吉看着他辛辛苦苦得来的蛋糕被周景则截胡，觉得周景则就是在和他们争夺主人的信任宠爱。不过这也太过分了吧，他们用来祈求主人原谅的祭品也要截胡，这个人类的野心这么大吗？简直就是狂信徒。撒吉死死瞪着周景则，他敢怒也敢言，但是青莲叶不准他暴露身份，所以他只能用眼神把周景则吃个800遍。周景则忙着哄幼崽，根本没注意到收容物的眼神，他倒还是惊奇，一般的低等级怪物碰到幼崽都是害怕到逃跑的份，而这2只怪物居然还想去帮幼崽偷蛋糕，尽管有点笨，连逃跑都会被抓回来，不过要是管教一下，应该可以陪幼崽玩，不然小家伙一天也太无聊了。虽然这只狗也有点傻里傻气的，但至少比后面的那个阴森森的家伙更看得过眼。他刚想要叫人把这2个怪物单独收容起来，然后他就可以用一点手段，但幼崽已经率先从他怀里蹦了出来，揪着撒吉的狗毛爬上去，骑到撒吉身上。狗狗驾！还有比这更加振奋怪物心情的事情吗？没有了。撒吉就带着幼崽以闪电一般的速度冲了出去，在整个基地里绕来绕去，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周景则看了一会儿，确定那只狗只是带着幼崽在基地遛弯之后，才松开了握着腰间配枪的手。他松口气的同时，也更看这只怪物不顺眼了。遛弯可以这么快的速度，也不怕小家伙摔下来，而且冷风吹了又会受凉。果不其然，小家伙玩高兴了下来之后，脸蛋就红扑扑的。等到外面的穿堂风再一股脑吹过来，幼崽便毫不意外的开始咳嗽。当夜，幼崽又开始发烧了，这次可不是系统惩罚，而纯粹是幼崽自己惹到的。撒吉听到幼崽不舒服的哼哼，又一次越狱到了千元的收容室来。后面跟来的研究员本来想把撒吉抓回去，但是被周景则拦了下来。周景则其实已经有一些察觉了，幼崽与这只怪物似乎是相属的。周景则没有直接责怪撒吉，而是说：“我之前讲过了，幼崽的身体很不好，容易生病，如果你想保护它，就要掌握好度。”撒吉看着红着一张脸蛋，呼吸急促，全身跟烫熟了一样的幼崽，整只怪都傻掉了。经过反反复复的确认，他才相信，原来他们那全知全能、威严无比的主宰，居然是一个脆皮，看样子简直跟玻璃娃娃没有两样。撒吉第一反应是他知道的太多，会不会被主人灭口？可当幼崽看向他，还是要伸手还摸狗狗的脑子，用混沌语说：“谢谢狗狗给我带小蛋糕。”撒吉觉得自己的心脏都快化了，他妈的，他誓死保卫主人，杀杀杀！任何伤害主人的东西都必将被他踩在脚下。尾巴摇成了螺旋桨，千元又咳嗽了好几下，有一点停不下来的趋势。周景则连忙把千元塞回被子里，幼崽看样子很喜欢毛茸茸的动作。
他躺着都要恋恋不舍地看着撒吉。撒吉偷偷上床踩了2下被子，一点也不嫌委屈地窝在佑仔旁边。周景泽见佑仔身边有了一个不太靠谱的保镖，这才稍微放下心去处理堆积起来的工作。他刚一出门，旁边的研究员就凑了过来。周队总部第3基地遭遇了高等级怪物袭击，几乎全军覆没，剩下的人正在朝着我们的地靠近，大概今晚就可以抵达。总部通知我们暂时接收剩下的人员。周景泽听到第3基地的名字，脚步顿了顿，掩盖了眼底的情绪。知道了，虽然第3基地意外受到了重创，但毕竟也是总部的任务，比周景泽他们所在的分部要强不少，所以那些人抵达之后，也没有半分落难人员的惶恐不安，更不会对着基地的人唯唯诺诺。只有博玉川视若无睹。几位，真庆幸你们还会喘气，别废话，赶紧带我们去驱除精神污染。博玉川见状也不多说，领着几人往前，而明显是他们的领头的那个人沉默了好一会儿才问：周景泽呢？他不来接我们，不来看看他曾经的战友？博玉川毫无负担地抹黑周景泽：你知道的，他向来胆小。那人顿了顿，他怎么会不知道周景泽到底胆不胆小？他们曾经的队长怎么可能会如此怯懦？这时候仔仔牵着他的狗默默路过，他看到了博玉川，就慢吞吞地走过去给博玉川塞了一颗糖。对方顿时笑出了声：这是谁家小孩？你们基地就是在带孩子吗？我家的。周景泽跟在幼崽身后走过来，幼崽看见了他，想要偷懒不想走路，伸出手就要周景泽抱。周景泽面无表情道：不抱你，生了病还带着狗偷偷溜出来，不听话。幼崽又装模作样的捶自己的背，又咳嗽，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如果他咳嗽的时候不偷偷看周景泽，那么就更完美了。千元不愿意了，他本来就累，直接触手一掀，一屁股坐在周景泽的鞋上。周景泽拿千元没办法，还是把幼崽一下子捞了起来，抱在怀里，一点都不听话。周景泽嘴上还是嫌弃。博玉川默默推了推眼镜，这脾气是谁喘出来的？周景泽，你心里没有数吗？刚才周景泽出现的时候，那些人就已经脸色各异了，又看见周景泽带孩子的日常，表情也顿时绿了又绿。但是当周景泽把千元抱起来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这不是普通的小孩。周景泽注意到他们盯着幼崽的触手看，直接把幼崽的裙摆又往下拉了拉。我们走吧。其他人愣了一会儿，随后震惊，那是什么？也是怪物吗？可是怪物怎么能和人类这么流畅的交流？而且他还那么依赖周队，不愧是周队啊，连这种怪物都能驯服。谢眠听着同伴的交谈沉下来，对博玉川说：不过你们怎么没有把这只收容物汇报给总部，还任由它在外面活动？如果你们把这只怪物交给总部研究，也许我们也不会遭到意外袭击了。博玉川的脸色也跟着沉了下来。总部那群死板守旧的老头能懂什么？他们只会把幼崽肢解，他们根本没有往深处探索的勇气。你如果觉得这样对人类有利的话，大可以去报告。谢眠看着这样的博玉川，额头不禁出了一层薄汗。虽然谢眠知道博玉川有些特立独行，但是没有人会决定跟总部对着干的。那个怪物究竟是什么？到底有什么秘密？昔日高高在上的前线战神，却在看到仔仔第一眼时，心中竟生出无限恐惧。就在周景泽出门之后，随后他找到那只怪物的收容室。此时千元正和撒吉待在一起，他坐在沙发上，一个人画画，还非要撒吉嘴巴也叼着个画笔和他一起比赛。小妹妹你好，我叫谢眠。谢眠看到千元，没有多少恐惧的情绪，除了下半身的触手之外，何况他还长得那么可爱。千元倒是很自来熟，他以为谢眠来搭话就是也想画画，所以直接掰断了自己画笔，递给谢眠一半。不过幼崽太大方，谢眠还是只能接过，只可惜千元只有2支笔，一支黑色，一支红色，所以他不能画出印象中那种5颜6色的。不过满纸黑红色的儿童画作就有点恐怖。谢眠沉看着，手都忍不住抖了起来，一时闭上了眼睛，不知道什么。他的第6感正在疯狂拉响警报，叫他别看。距离上次遭到污染才过去不到几天，谢眠现在的精神还处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状态。但是与此同时，他的灵感也更加敏锐，只是浅浅扫上一眼，谢眠就已经觉得头晕眼花了。果然这个怪物是在伪装，刚才就是为了让他放下戒心，然后用这种方式来污染他。谢眠噌的一下站了起来，幼崽都被吓了一跳。撒吉一下挡在千元身前，警惕地看着谢眠。千元还以为是自己画的画太丑，谢眠不喜欢，所以他想要出声解释。结果幼崽刚一个混沌语啊出声，谢眠就一下跪倒在地上。只能说千元之前阴差阳错，没有对着周景泽他们讲混沌语是对的，这根本不是正常人能够承受的污染。谢眠只觉得自己的灵魂都被抽离，跪倒在地，泪水长流。幼崽薅了几下狗头，不明白谢眠这么激动是干了什么。听到动静的周景泽跑过来，他气势汹汹的以为幼崽被欺负，结果进门一看是谢眠趴在地上狂哭，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没事吧？他是个好崽崽，也没有攻击性的。谢眠从地上爬起来，也不管周景泽，只是对着千元恭恭敬敬道：我走了。之后谢眠就再也没有来打扰过千元。队伍里的其他人问起来，谢眠也闭口不言，只是叫他们都离周景泽和那个小女孩远点，这不是人类能够招惹的。神明之下皆是蝼蚁，他们只能远离这里，维持这个没有人戳破的现状。虽然其他人不明就里，但还是遵守了队长谢眠命令。博玉川本来还有些担心谢眠会去汇报千元的情况，结果谢眠只是摇了摇头：我怎么敢？谢眠这个讳莫如深的样子，都把博玉川的好奇心给吊起来。他想询问谢眠究竟看到了什么，谢眠就是不说，还一副虔诚的样子。谢眠离开的最后只是告诉他，
知道的太多不是好事。只不过仅仅过去了5个小时，谢眠几人又狼狈地跑了。刚回基地，谢眠就似乎在找什么人，直到他看到幼崽出现了，才又恐惧地垂下眼睛。接下来就是他们一反常态，周队，你还是跟以前一样，收编我们吧。周景泽一脸不同意，你们怎么能做违背总部指挥的事？而且我也不再是队长。谢眠不能跟周景泽说自己遭遇了什么，但是他可以选择性透露，我们回去的时候又遇到了那个高等级怪物，而这一次高等级怪物在吃掉他们之前，碰到谢眠的时候就像碰到了什么烫手山芋，夹着尾巴就要逃跑，结果还是被一股黑色的风给撕碎了。那风就是出来巡逻的青莲叶。谢眠下半身还在怪物嘴里，只觉得自己被神明庇佑，他再也顾不上其他，匆匆忙忙跑回来就要待在基地。其他队员2次经历了精神污染，也恐惧的不行，纷纷同意。周景泽听到谢眠这么说，也没有了拒绝的理由，只能等到谢眠他们休整好之后再看情况。那个怪物呢？跑到哪里去了？谢眠偷偷看了一眼千元才说，被其他路过的怪物撕碎了。很显然，怪物之间也会有争斗。周景泽他们都认为是酒，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是在无人的角落，他们却看见谢眠远远地对幼崽说，谢谢您的庇佑，我知道您不愿意被打扰平静，我们只希望在您的领地里获得一点生机，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切。幼崽还没说什么，青莲叶和撒吉又炸毛了，主人，您怎么这么喜欢眷顾人类？凭什么？这次明明是他们先来的。信徒们的哀嚎，幼崽统统听不见，他只是感觉到现在的谢眠似乎很好说话，于是他就走过去，对谢眠伸出手，小懒货要抱。谢眠没想到自己偷偷过来感谢一下，还是会被幼崽选中，愣了半天，才战战兢兢将千元抱起来。千元只是觉得谢眠抱他的僵硬姿势和第一次抱他的周景泽一模一样，刚上手的监护者都是如此，大概就是从实习期变成熟练工的过程。谢眠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手该往哪里放，毕竟他还觉得千元是女孩子呢，而且他也没有带过幼崽。千元看谢眠始终不敢让自己贴在身上，就主动蹭过去贴着谢眠。谢眠第一反应是自己要完蛋了，下一秒他发现千元靠近也没有任何污染之后，才又脸红起来。太近了啊！我不配。千元一点都不在意，整个章鱼都快要骑到他肩膀上了。他揪住一点谢眠的衣服稳住身体，然后指挥道：食堂。他只能听着幼崽指挥把崽带下去。柚子掏腰包给他买了好多吃的。基地人变多之后，大家都开始变得更加充实，平静又忙碌地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千元在撒吉他们的帮助下，逐渐稳定了少年体的身形，慢慢向成年体冲刺。撒吉，15、16岁的千元靠在3头犬身边，他的下半身不再是章鱼尾，而是人类的腿，而且他的混沌语在应用中也变得圆滑了许多。撒吉，你说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完全变成人形？千元其实早就可以掌握18、19岁时的样子，但是他还不能熟练的藏起自己变大的章鱼尾，还有可能因为能力波动把自己又弄成幼崽，所以他还没在其他人面前变化过。毕竟孩子长大了一点，就要面子，也没有再穿过碎花小裙子。想当时大家都还露出了遗憾的表情，而一直以为千元是女孩子的谢眠还觉得千元是不是受了什么心理创伤，曾经还跟周景泽他们谈了谈。当时周景泽看他这么严肃，还以为要说什么重要的事，结果谢眠开口就是仔仔不穿裙子了，是不是觉得不好意思？毕竟身边都是些男人，平时耳濡目染的也跟着学了粗糙那一套。可是她是女孩子，以后长大了对于性别还没观念，就容易在外面被别人欺负。周景泽和林觉对视一眼，尤其是林觉，目光变得同情起来。不是，谢眠，你这么久了都没注意到仔其实是男孩吗？谢眠一脸震惊，可是仔他长得这么，你们还给他穿裙子？幼崽喜欢花里胡哨一点的颜色吗？而且条件有限，就借的我们同事女儿的衣服穿，大家都知道，所以就忘记跟你说这件事了。而路过的幼崽闯进来，还是无意听到了这些话。长大的千元也在意起自己的形象，听到这样的误会，他才是最受伤的那一个。他都不知道，小时候都被周景泽他们当成女孩在养。他之前不穿裙子，只是单纯觉得自己长出了人类的双腿，可以试试穿裤子。千元甚至到现在都还喜欢让谢眠给他扎辫。周景泽心脏一紧，转头就看到站在房门外的千元。等等，他的话还没出口，就看见少年脸色通红，啪的一下变成章鱼苗，这下就什么衣服都不用穿了。周景泽把地上那一堆衣服拿开，就看见章鱼苗还跟被煮熟了似的，不仅全身羞红，连触手都蜷缩了起来，那模样恨不得钻进地里不出来。周景泽比以往都还要耐心，大家都没有取笑你的意思。林觉又说，对，都是觉得你可爱，小孩子喜欢五颜六色很正常，我记得你还抱着那个兔子娃娃呢。周景泽忍无可忍，一脚踹向林觉闭嘴。他俩这么好一通说，后面的千元再次从屋内走了出来，穿着黑色卫衣、黑色裤子的小酷哥，强装自己面无表情，其实紧张的不行的样子。林觉捂住自己要说可爱的嘴巴，看向周景泽，只发现周景泽满脸五味杂陈，一副孩子长大了进入叛逆期的复杂表情。然后他谴责的目光就看向林觉，怪我干什么？孩子叛逆又不是我教的。周景泽松了松拳头，觉得还是得回去好好指点一下谢元。然后他对着幼崽道，你穿成这样。千元目光闪烁着看向他，明明还是爱美的，就怕周景泽说他不好看，所以周景泽还是昧着良心对千元这一身黑的样子做出评价，可以去当刺客。后来他似乎就想这么保持自己酷酷的样子，之后连着好久都是类似的衣着，直到有一天周景泽忘记敲门，就看见小家伙偷偷在房间里穿裙子，只是一条很素净的蓝色连衣裙，配合着少年还有些偏矮的身形，看上去就是一个略显病弱忧郁的漂亮女孩。就看见门外站着僵硬的周景泽，常开之后的千元更加能蛊惑人心了。周景泽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拿千元怎么办才好。
但是千元只是伸出触手，啪的关上门，之后就一直央求周景泽不能把今天的事说出去。周景泽肯定不会将千元的这副模样分享给其他人，但是看着小家伙难得这么示弱的样子，只是冷着脸提出了一个要求：以后如果有人想跟你表白、谈恋爱，都不要答应。你还小，想跟你谈恋爱的都是坏男人。千元有些疑惑，那他什么时候才可以谈恋爱啊？再等个30年，不100年吧？那样找他告白的家伙肯定变成一堆白骨，他就不用担心再被坏男人骗身骗心。千元懵懵懂懂答应，两人完全不知道周景泽提的这个要求会在之后正中自己的眉心。千元这下也不敢再在房间里偷偷试衣服，他大不了回混沌里去，混沌还会给他穿的衣服搭配舞台效果。所以说，不管是怪物还是人类，在宠唯一的幼崽这件事上，都是如出一辙的毫无底线。按照怪物们的习性，千元也完全没必要非要把自己变成人类这样弱小的样子。但是撒吉和青莲叶都不会对千元这样说，他们只是完全的支持千元，哪怕他们不理解，系统都有点被千元的执着给弄得无奈。你又不是不清楚，身体越小承受的病痛越重，变强一点不好吗？就一定要变成人类？明明按照他的观察，上一世千元无父无母，六亲淡薄，根本不会生出这么深的执念。千元勾了勾嘴角，我不是因为前世，我是因为现在的家人，他们是人类，所以千元想要更加靠近他们，用更相似的模样获得更加确切的爱意。系统沉默了，也许千元还没发现，他依旧还是前世的那个他，就算获得了爱意，也还是那个怕希望会破灭，怕别人会离他而去的他。系统无法干涉自己工作以外的事情，所以他只是沉默，看着千元继续耗费自己的生命力去变成人类。不过这一次还没有等到千元实现愿望，末日就快要到来，外面的污染越来越严重，人类的安全区正在逐渐缩小。小家伙跟着周景泽说也想去出任务，想要去帮忙，但周景泽还有其他人都看着千元长大，一直把千元当成幼崽，小崽崽就乖乖在基地，我们肯定会保护好你们，不然我们是干什么吃的？一个研究员捏捏千元的脸，让他回去。千元见周景泽无动于衷，就转头去看谢眠，没想到谢眠也是一样，不同意。千元撒娇卖乖都用遍了，但是他们不允许千元受伤生病，那样胆战心惊的日子他们已经见到了太多。就算千元是个极强的战力，他们也不会让玻璃娃娃上去战斗。千元有些生气，但是看着他们每次出任务浑身是伤回来，又气不起来。千元只能拽着周景泽的衣袖，啊两声，早点回来。周景泽对千元再熟悉不过，已经完全能分辨千元的口型。周景泽背着枪走之前，还是摸了摸千元的脑袋，乖。可当再次见面的时候，那个叫他乖的人就变成了半边身体腐烂、血肉蠕动的污染源。同事们不愿意放弃周景泽，强行将周景泽带了回来，关进收容室。千元听到消息赶了过去，却被撒吉拦在外面。主人，这不是污染，是外神投来的注视。周景泽的一半嘶吼着，另一半却平静的吓人，叫谢眠把他杀掉。谢眠没听指令，就算现在周景泽又是他的队长，但是他还是养成了不听指挥的性子。他只是用衣服把周景泽罩住，一直对他说：千元还在等你，幼崽还在等你回家。周景泽灵魂飘忽，却在听到这句话时睁大了眼。撒吉大着胆子拦在主人面前，他也不清楚对方的底细，担心千元受伤，才会做出这种宁愿惹怒主人的事。可是千元听着收容室里的嘶吼，已经完全顾不得其他。他第一次命令自己的信徒，眼神一冷，就让撒吉趴伏在地上，不敢阻拦。然后千元闯了进去，第一时间用标记安抚看到周景泽身上的邪神气息。此刻周景泽看到他的时候，神智是清醒的，但是周景泽没有和以前一样伸出手去拥抱他，而是用手臂遮住自己的脸。不要看现在的我，他害怕会吓到千元。千元眨眨眼，变成了幼崽的样子，走过去想要来到周景泽身边，却被周景泽推开，一次又一次。幼崽又一次被推倒在地上，滚了好几圈。他的触手不再漂亮干净，沾满了乱七八糟的石子和灰尘，额头也被磕破了，跟个小乞丐似的。但是已经不重要了。这一次，幼崽蓄出全力，成功抱住了周景泽的腰。千元的触手努力扒拉，爬到周景泽胸口，然后幼崽就窝在他怀里，和以前一样把脸贴在他的颈间。周景泽挣扎了2下，也没有再次推开他。也许是因为他们俩都累了，也许是因为周景泽哭了。千元伸出小手去擦周景泽无声流下的眼泪，却被周景泽紧紧抱在怀中。抱歉，没关系，千元爱你。幼崽张开嘴巴，做着口型，然后幼崽想到了什么，表情失落。我还没有让你看到我真正的样子。周景泽察觉到了千元的想法，他想要开口，想要阻拦，可他只是一个人类，在怪物与危机中最无能为力的人。谢眠也在迷茫中看到了幼崽产生异变的样子，千元变成一个成年男子的体型，将正在惨叫、神志不清的周景泽抱在怀中，然后雾气聚拢，混沌穿梭，有什么于此刻诞生，又有神秘存在于此刻降临。他的触手一举，就将整颗星球完完全全包裹于身下，是占据，是统治，宣示着邪神新的偏爱诞生。他的目光看向远方，见到了那个神秘存在，那个污染了他心爱人类的伪神。在伪神还未跪地求饶的时候，一只铺天盖地的触手落下，伪神便立刻裂成数瓣，化作漫天星辰。